他之所以能成为鬼母，那三面幡是重点。当初在外界时，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惜请来强者相助，这才将与他近乎同一个时代，甚至丝毫不弱于他的3位天尊级别的厉鬼封印在了奇幡中，成为了他最大的法宝以及最强的手段。尤其是其中一面哭笑鬼脸，当初可是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天尊，虽还不是太古，可也能称之为半步太古。那3尊厉鬼被他封印后，虽修为都各自削弱了不少，可三番同出，依旧能让他的战力，哪怕在外域也都名震天下。只是这3尊厉鬼并不稳定，所以他才请动一位太古为他炼制了一面镇魔镜，平日里镇压3大厉鬼。可就算是这样，他也依旧很难完美操控，于是用秘法在身体永恒烙印符文，其中左手烙下镇魔镜封印之力，右手烙下召唤厉鬼之力，在其需要时，凭着其左手的封印解开，凭着右手召唤3大厉鬼出现。而左手的失去，使得鬼母这里立刻就陷入低谷，空有召唤之力，却无法破开镇魔镜的封印。所以在天尊与其左手来临前，鬼母只能去赌。他赌天尊的性格必定不会相信别人，必定会在认为确定无碍的情况下对公孙婉出手，因为这是守灵人告诉他的，也是守灵人的分析与判断。同样的，他也在赌自己的左手幻化出的公孙婉也必定有所准备。而当天尊与公孙婉内斗时，就是他这里重新崛起的一刻。所以与其说是在天尊的世界缩影下他无力反抗，被公孙婉进行吞噬融合，不如说这是他主动营造的机会，也是主动迎合上去，让公孙婉去吞噬。你赢了，带我回家，这一切念头在公孙婉以及鬼母的脑海里回荡，看似缓慢，可实际上都是弹指之间。没有别的选择，不想成为天尊之奴，就只能消散自己的意识。公孙婉沉默中闭上眼，在他双眼闭合的瞬间，他四周弥漫的黑气突然翻滚起来，刹那就凝聚成了鬼母的样子。几乎在鬼母出现的一瞬，天尊猛地色变。你天尊呼吸一促，毫不迟疑，全力加持封印，眼看那世界缩影形成的圆圈就要彻底烙印。可就在这时，出现在公孙婉身边的鬼母，其体内传出尖锐之音：“三鬼何在？”几乎在他话语传出的刹那，轰的一声滔天之音，顿时就在古舟上那3根旗帜中的一面中直接爆发，更有怒吼传遍苍穹大地。只见那旗幡上一张巨大的狰狞鬼脸猛地就幻化出来，蓦然冲出时，其身上散出的气势竟超越半神，无限接近天尊。其头顶有3根角，全身紫黑一片，如同恶煞。在冲出的瞬间，这鬼脸咆哮，直奔世界缩影封印而去。天尊面色再变，一步走出，立刻阻挡。可就在他阻挡这鬼脸的刹那，比之前还要惊人的轰鸣从第2面旗幡上直接爆开，第2个鬼脸也猛地冲出。这第2个鬼脸通体青色，脸上竟长满了无数的眼睛，甚至张开大口时，就连他的口中也都有大量的眼睛不断的眨动。其气息的波动虽同样无限接近天尊，可准确的说，比第1尊厉鬼还要强悍，好似脱困的恶魔。此刻在冲出后，依旧是冲向世界缩影封印。天尊神情焦躁，凭着一人之力再次阻挡，只是他能阻挡这2个鬼脸，可却无法阻挡第3个。几乎在这2个鬼脸冲出的同一时间，第3面旗幡一样爆开，一股比他们2个还要狂暴肆虐的波动，带着狰狞的笑声猛烈的回荡天地。鬼母，你终于能把老夫放出来了！这声音一出，好似天下地上所有区域有无数厉鬼在嘶吼，如同集合了万千鬼物的声音回荡时，苍穹刹那浑浊，古海都不断颤动。而他的身影也在这一刻骤然幻化出来，那竟是一个半脸黑色半脸白色的诡异鬼脸，明明是笑，可看起来却似在哭，又或者明明是哭，可却给人感觉在笑。这错乱的感觉顿时就让所有看到之人都心神颤抖狂乱，好似要崩溃一般。古舟上的那些元婴修士一个个都控制不住的从七窍内有生机被吸出，纷纷骇然想要采取手段阻止，可却于事无补。白小纯也都呼吸强烈，神色凛然，他认出了这最强的鬼脸，正是当初自己等人首次来到古舟上时似冲着自己狞笑的那面旗帜。而这鬼脸身上的威压之强，在升起的刹那竟如天尊没什么区别。不但是白小纯色变，天尊也都呼吸骤然急促。只见这第3个鬼脸呼啸间直奔世界缩影封印而去，竟直接撞击，速度之快，哪怕是天尊也都明白自己无法去阻止封印被破解。轰的一声，天地似乎都要在这声音下崩溃，好似要被撞击出一个巨大的窟窿。那世界缩影封印根本就无法阻挡这堪比天尊的冲击，直接就出现了裂缝，最终崩溃4分5裂。更让白小纯这里惊心的是，那哭笑鬼脸竟在崩溃了世界缩影封印后，目中露出贪婪之芒，居然张开大口不断的吞噬世界缩影的碎片。每吞噬一块，他的目中就越发激动起来。如此美味，哈哈，好久好久没有品尝这种味道了。我闻到了，这片世界有太多可口之物，我要吃了所有。孽畜，你敢！眼看自己的术法封印居然被这鬼脸吞噬，天尊低吼，正要冲出时，
那哭笑鬼脸猛地转头，目中露出幽芒，看向天尊。居然还有一个准天尊吃了你！他大笑中放弃了四周的缩影碎片，直奔天尊而来。至于另外2个鬼脸，此刻眼看哭笑鬼脸靠近，都瑟瑟发抖，似很是畏惧，很是配合的与其一起杀向天尊。这一切逆转太快，古州上众人一个个生机被不断的吸出，面色苍白，目中也都有了骇然与绝望。白小纯等几个天人还可支撑，且相比于云雷双子等人，白小纯的身上没有丝毫生机被吸走，只是他此刻的眼睛已经赤红起来，望着鬼母，身体颤抖，整个人似要爆发。实在是如今的鬼母，在世界缩影封印崩溃后，在3大鬼脸牵制天尊时，他身体再次模糊，整个人竟化作了一张森森大口，向着被公孙婉儿附身的侯小妹就猛地吞噬过去。这一吞之下，侯小妹身体剧烈颤抖着，她的七窍中有黑气急速的散出，化作了小女孩的模样。她似恋恋不舍地看了眼世界，又看了看身后的侯小妹，轻声的喃喃：“不要伤害她了。”她说完，闭上了眼，魂体瞬间就被鬼母直接吸入口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侯小妹的七窍内，继小女孩之后，居然再次出现了魂体，正是侯小妹的魂，此刻竟然也被吸出，眼看就要被鬼母吞噬。这一幕让白小纯好似身体被撕裂一般，她的额头青筋鼓起，她的目中血丝使得双目赤红无比，口中发出一声凄厉惊天，甚至交战中的天尊与那3个鬼脸也都注意到的撼天巨吼：“鬼母，你吞噬公孙婉儿那是你的事，可你若伤害了侯小妹，我白小纯今天发誓，上穷必落下黄泉，此生一定杀你。”第952集，古州起航。白小纯声音沙哑，凄厉中透着一股无法形容的坚定，更是在传出的瞬间，好似引动了冥冥中存在的天地规则，居然形成了风暴，在这四周轰隆隆的回荡开来。此刻的鬼母随着吞噬了公孙婉儿，她原本没有五官的面孔飞速的改变，出现了双目、鼻子、嘴巴，很快的竟化作了一个曼妙的女子。她看起来年纪并不大，肤色动人，眼波中更有迷人异彩，堪称绝色。至于之前断去的左臂，眼下也肉眼可见的急速生长，刹那间就恢复如常，一股诡异无比，甚至让这世界都好似要被撑爆的气息从他身上滔天爆发。你威胁我？鬼母缓缓开口，看向白小纯时，他目中深幽，好似星空一般，足以让人迷失在内。可白小纯没有迷失，他的目中唯有血色，整个人如癫狂，死死地盯着鬼母，一字一顿地开口：“我不是在威胁你，而是在警告你。”白小纯的这句话根本就没经过大脑思考，否则的话，按照他的性格是绝对不敢对着鬼母说出这种话的。可是白小纯的性格中有其矛盾的地方，他虽怕死，可若看到自己的亲人朋友处于危机之中，他不会因害怕而逃走，更不会因害怕而懦弱。这一刻，白小纯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他只知道侯小妹的生死就在一线之间，而他也想好了，哪怕呼唤自己徒儿，哪怕召唤守灵人，也要用全力阻止鬼母。他的想法，他的坚定，从其目中的疯狂里彻底透出。鬼母看到后也都心神一震，他立刻就感受到这片世界的意志居然在这一瞬似乎向着白小纯那里降临了一些，隐隐的好似在见证这一刻白小纯口中发出的誓言。没来由的，鬼母心跳明显加速了一些，哪怕在他的眼中，区区天人修为的白小纯若没有守灵人的玉佩，他想要捏死易如反掌。可另一方面，他的直觉告诉自己，一旦他真的将侯小妹的魂吞噬，未来的某一天必定会为自己塑造一个不必要的强敌。这感觉来得突然，鬼母双目一闪，吞噬侯小妹魂魄的大口在这一刻蓦然消失。他放弃了顺便把侯小妹的魂吞噬的想法，右手一挥，直接将侯小妹的魂打回其身体。倒是一个不错的阴体，又和这与此世界冥冥相关的小子有瓜葛，倒是一个上好的弟子人选。鬼母念头一转，顿时就将魂魄刚刚归体，还处于昏迷的侯小妹直接收入到了袖口内，将其卷走，一晃之下直奔古州而去。这一幕让白小纯眼睛直欲滴血，喘息粗重时，正在与那3面鬼脸厮杀的天尊，此刻猛地后退，抬头时望着鬼母，急声开口：“鬼母，你我之间也可合作，我们和你合作。”还没等天尊说完，鬼母笑声传出，毫不客气地将其打断。可笑！他轻蔑地看了眼天尊，之前的他还需伪装自己，可如今自身完整，在这片世界，除了那位让他依旧看不透的守灵人外，他已不在乎任何人。哪怕是眼前的这位在他眼中的准天尊，他也依旧不在意。甚至若非对方有世界之力加持，他不介意将这天尊斩杀练成为厉鬼，成为自己的第4番。可惜有世界之力加持，在这方世界内，想要杀此人，除非我能修为突破天尊境界，踏入太古境，才可无视规则强杀。否则的话，要杀此人，也只有这片世界本身之人才可无视世界之力的加持，甚至能进行掠夺，进而将其斩杀。当着如此多的修士面前，
被鬼母轻蔑的目光扫过，天尊的面色明显的难看了一些，目中在这一刹那更有金芒闪耀。他心头极为不甘，明明之前成功就在眼前，可却又一次失败，不但没有奴役成功，反倒被这鬼母重新崛起。守灵老鬼，你一次次阻止我，蛮荒如是，这里更有你曾经计划的痕迹，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冲出这片世界，我才是世界之主。天尊心头要发狂，只因他之前伤势太重，否则的话，今日之事在他看来将是另一个结果。可还没等他再次开口，鬼母一晃之下已踏入到了古舟上，绝美的俏脸抬起，全身上下顿时有一股睥睨之意滔天而起。现在是离开这片世界回家的时候了。邪尊古舟起，他右手抬起，向着下方古舟隔空一按，这一按之下，古舟轰鸣，剧烈的颤抖起来，轰鸣之声也随之惊天而起，大地颤抖，四周的古海也都大范围的粉碎成为飞灰。与此同时，整个生命禁区的地面在这一刹那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缝，这些裂缝以古舟为中心，在那咔咔声下向着四周不断的蔓延扩散。更是在这些裂缝内，有巨大的骨刺正缓缓钻出，尤其是其中一条最大的裂缝内，在远处的尽头竟直接爆开，露出了一条森森骨尾，好似有一个庞然大物要从地底冲出一般。更是在这剧烈的震动下，古舟上的不少修士直接就被这股震动之力狠狠地撞击在了身体上，一个个喷出鲜血，身体不受控制的被震出了古舟。随着那一道道身影被陆续震出，白小纯这里也是如此，那股大力顺着古舟传递，直接在他身上爆发后，白小纯面色苍白，身体砰的一声倒退，被震出古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地好似爆开一般，那本就庞大的古舟竟缓缓升空。随着升空，四周所有被震出之人都一个个骇然吸气中，看到了在那古舟下从地底钻出的比古舟还要庞大的船体。天啊，这古舟居然只是一部分而已，地底埋葬的才是其真正的全部。四周众人惊呼中，白小纯也都心神狂震，他看到了从大地冒出的赫然是更为巨大的古舟。准确的说，之前露出在外面的只不过是完整古舟的一部分而已，如今随着古海碎裂，生命禁区的崩溃，那古舟彻底完整的出现了。那赫然是一条巨大的白骨蜥蜴，这蜥蜴的庞大无比，一眼看不到尽头，只能看到其轮廓，而露在外面的古舟实际上是修建在了这白骨蜥蜴的头顶。这一幕震撼住了所有人的心神，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古舟最终居然是这个样子。与此同时，陆续的还有修士在这古舟的升空中被不断地震出，白灵、赵天骄等人此刻都喷着鲜血，身体被震向四方，天地轰鸣，苍穹扭曲，一个巨大的漩涡随着古舟上的鬼母双臂伸开，蓦然间就出现在了苍穹的尽头。白小纯目光凝聚，他猛地看向那漩涡，隐隐的竟看到在那漩涡内似存在了另一个世界，那世界虽模糊，可感觉却是很清晰。回家！鬼母声音尖锐传遍四方时，在四周生命禁区的大地崩溃凹陷中，那白骨蜥蜴直接就拔地而起，直奔苍穹漩涡而去。远远看去，如吸龙破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猛地发现，除了侯小妹被带走外，那艘古舟并没有将所有人都震出，至少还余留了数十人被留在了那古舟内，而张大胖就是其中之一。此刻的张大胖颤抖地站在古舟上，茫然地看着天空上越来越近的漩涡，看着站在那里双臂伸开，全身上下散发摄天伏地气息的鬼母，他越发的颤抖中，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自己来临前做的那个梦。新的世界吗？第953集，女婴初醒。白骨蜥蜴古舟升空的同时，天尊身边的那三张鬼脸，哪怕再不甘心，可却身不由己的已被古舟牵扯，直奔苍穹漩涡方向而去。相比于另外两个鬼脸，哭笑鬼脸的不甘更为强烈。这片世界我不甘心啊，我想要留下，我不想出去。他心中发狂，可却于事无补，无论如何挣扎，也都难以逃出那古舟的操控。眼看被拉扯的距离古舟越来越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这白骨蜥蜴古舟升空而去，向着苍穹上那巨大的漩涡如被接引而去的瞬间，天尊的呼吸也激动的急促起来。他目中带着无法形容的渴望，看着苍穹上的漩涡。他的心态与那哭笑鬼脸截然相反，那是他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他在这片世界里已经走到了巅峰，已经在这里太久太久。对他来说，当一个人被困在一个地方时间久远后，这里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狱。他不愿留在这里，他想要离开，哪怕他知道或许因自己的离开会让这片世界崩溃，会让所有人死亡，但他依旧还是如此选择。对于张大胖等人而言，出去无疑险境重重，可对天尊来说却是崭新的未来。他的身体猛地冲出，化作一道长虹，竟随着古舟直奔漩涡，似也想通过这漩涡的接引离开此界。只是就在他靠近的刹那，一股只有他能感受到的苍穹威压骤然降临下来，更是从大地上传出无尽的吸力，
上有压迫，下有吸扯，使得他被困在那里，根本就无法冲出。甚至原本凝聚在他身上的世界意志，也都因他的这个举动出现了要崩溃的征兆。天尊发出惊天怒吼，满是不甘。守灵老鬼，终有一天我会出去！天尊仰天咆哮，声音化作天雷，带着世界之力轰鸣八方，使得白骨蜥蜴四周的虚无凭空的就出现了无数的闪电。这些闪电之多，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好似雷池，仿佛闪电大手竟向着白骨蜥蜴狠狠的一抓而去，似要用最后的努力去尝试将对方留下。这闪电大手在凝聚成型的刹那，如被通天河染了颜色，竟成为了金色。远远看去，这金色闪电大手带着无上之力，一把抓向白骨蜥蜴。可就在碰触的瞬间，鬼母冷笑，双手掐诀，猛地一挥，顿时一股黑气就从这白骨蜥蜴身体内释放出来。刹那间，黑雾漫天，直接向着来临的金色闪电大手猛地对抗。轰鸣间，那闪电大手竟无法破开这雾气，甚至自身都在这反震之下崩溃了小半。眼看就要消散时，忽然的，那个此刻已经被牵引，正要回归古州的哭笑鬼脸猛然咆哮一声，竟在这一瞬，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突然的改变了被牵扯的轨迹，居然直接冲向天尊的闪电大手。这一幕让鬼母也都目中瞬间煞气弥漫，天尊明显也愣了一下，但却没有半点迟疑。那崩溃了小半的金色闪电大手一把就抓住哭笑鬼脸，狠狠一拽，惊天巨响顿时爆发，那哭笑鬼脸竟被天尊一把从回归古州的既定轨迹中直接抓了下来。可是当这闪电大手凝聚缩小，降临在了天尊的面前，伸开时，那原本应该被他抓在手中的哭笑鬼脸却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丝毫踪影。天尊目光一闪，若有所思。鬼母亲眼看着这一切，目中的煞气越来越浓，可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深深的看了眼这片世界，就不再理会。白骨蜥蜴轰鸣间，距离漩涡越来越近。只是就在这时，哪怕天尊也都没想到，崩溃的古海地面上有一道身影拔地而起，速度之快，刹那就升空而去。正是白小纯。鬼母，把侯小妹和我大师兄还给我！白小纯红着眼，他此刻已经彻底豁出去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侯小妹被带走，也无法看着张大胖被这艘船带入漩涡中。他的速度展开到了极致，掀起破空之声，向着白骨蜥蜴疾驰。这一刻，他的身影被下方所有残存的修士看到，一个个都大吃一惊。天尊眯起双眼，一样看去，此番古州之事，处处都有守灵人算计之影。天尊心中也一直在警惕，可从始至终，对方居然真的丝毫没有出现，这就让他的心中在本就憋屈的同时，也有深深的疑惑。那老鬼的心机太深，我不信他这一次只是为了阻止我厉害，必定还有我所不了解的其他目的。白骨蜥蜴上，鬼母低头望着正急速而来的白小纯，他看到了白小纯那目中的赤红，看到了白小纯此刻的疯狂。只是哪怕白小纯的速度再快，也都无法追得上这白骨蜥蜴，尤其是此刻的白骨蜥蜴已经靠近了漩涡，开始了融合。先是古舟，随后白骨蜥蜴的头颅、身躯，最终彻底消失。在消失前的瞬间，鬼母睁开了眼，双唇微动，向着白小纯传出了一句话语：看在守灵人与我的约定上，你大可放心，这女孩的体质特殊，与我功法相通，我将收其为弟子。至于这古舟上的修士，各安天命吧。望着已彻底消失的白骨蜥蜴，白小纯身子停在半空中，徒劳地探着手，怔怔地看着那漩涡也在慢慢地散去。小妹大师兄白小纯喃喃低语，有些无能为力的落寞。他想起了张大胖对自己所说的梦，显然大师兄对这一幕早有预感，他也只能去相信鬼母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随着长大，随着修为一步步提高，随着寿元的积累越来越多，白小纯已经认识到了成长的代价。这代价他已不是首次体会，只是那一次次的体会让他都有种深深的无力感。他不知道是自己错了，还是这个世界错了。他只是想快乐的修行下去，他只是想永远的一路笑着走下去。沉默中，白小纯的心头泛起苦涩，他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是否还能再看到张大胖与侯小妹，应该能的。白小纯呢喃中没有注意到，此刻随着漩涡的消失，随着生命禁区大地的崩溃，存在于这里的静止之力也都消散了。这原本的生命禁区，如今再没有对修士存在束缚。或许多年之后，此地会重新恢复，可在如今这段时间，此地畅通无阻。而天尊也不知何时离去，没有带走任何人。他要去追拿那消失的哭笑鬼脸，但杜林飞没有走，他被留下，默默地站在大地上，抬头看着天空上的白小纯。他的表情有些复杂，声音有些萧瑟，可他还是深吸口气后，起身飞到了白小纯的身边，拉住白小纯的手，轻轻地开口：小纯，不要难过，我相信终有一天还能相见的。白小纯默默地转过头，望着杜林飞，被他拉住的手好似将温暖与信心也都传递过来。许久之后，白小纯深深地点了点头。碎裂的古海上，
当初的上千四脉修士，如今还活着的不到200人，这些人一个个都有伤势在身，哪怕是杜灵飞，虽被其父收入储物袋内，可依旧还是在之前刚刚冲入第3层时，在那鬼母与公孙婉的激战中有了伤势，虽不严重，可也需要疗伤。其他人也都如此。于是很快的，一行人就在这生命禁区里向着出口的方向疾驰。一方面，他们要离开这生命禁区后找地方疗伤；另一方面，也需确认方向，搞清楚这里到底是那一脉的生命禁区。找到附近的源头宗门后，利用那里的传送阵离去。一路上，众人大都沉默，心情压抑。云雷双子、灵仙上人，还有千鬼子，作为3脉的天人，他们也都有伤在身，此刻内心思绪繁多，实在是这一次的试炼，其变化之大，隐秘之深，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可很快的，随着众人渐渐到了此处生命禁区的尽头时，看着尽头处的冰雪大地，感受着四周的寒气，云雷双子明显愣了一下。不但是他2人如此，人群内的那些北脉修士也都目中慢慢露出惊喜。北脉，这里是北脉，我感受到了北脉的寒灵气息。这片生命禁区赫然是靠近北脉。白小纯原本情绪有些低落，显得无精打采。可就在这一瞬，他忽然神色一变，猛地低头看向自己储物袋。怎么了？杜灵飞好奇地问道。没什么。白小纯深吸口气，避开这个话题，心中却早已掀起了大浪。实在是在方才那一瞬，他感受到储物袋内有所波动，灵犀老祖给他的那口棺椁内，那沉睡的女婴居然传来了一丝几不可闻的喃喃之音。家的气息，第954集，不善北脉。白小纯不认为自己听错了，无论是脑海之前呢喃的声音，又或者是来自储物袋的波动，这无不表明自己绝对没有感受错误。他居然醒了。白小纯内心一动，神识分出一缕，融入储物袋内，直接就向着那棺椁查看。只是无论他怎么看，棺椁内的女婴依旧是闭目沉睡，没有丝毫生机传出。而如今四周人有太多，白小纯也不好将其取出仔细查看，只能忍下内心的疑惑。抬头时，向着眼中带着关切的杜灵飞摇了摇头：“我没事。”“你当然没事，怎么的？来到我们北脉就立刻色变？莫非白小纯你怕了不成？”白小纯话语刚出，杜灵飞还没等说话，一旁的云雷双子就冷笑起来。云雷双子已经忍了好久了，白小纯这里杀了他的爱徒，这本就是生死大仇，可却因对方说出的身份，使得云雷子这里心神颤抖，不但不敢追杀，甚至还担心对方报复，只能忍着羞辱，送出大礼来缓解此事。可随着后面的一系列事情发生，云雷双子身为天人，自然也都看出了天尊的态度。天尊根本就没有把此人看成是女婿，虽此人与杜灵飞关系不一般，可只要天尊不认可，他也就只不过一个天人修士罢了。换了其他区域，我还要对他顾忌一些。如今在我们北脉，此人是龙，也要给我变成虫。云雷双子冷笑，目中寒芒毫不掩饰。的确如他所想，在这北脉区域，他的宗门范围之内，对于白小纯，他不说能将其碾压，也相差无几。随着云雷双子话语传出，周围的4脉修士纷纷神色变化，南脉与西脉目光闪动，没有开口，也不愿参与进去。可北脉却不是这样，几乎所有的北脉修士此刻都精神抖擞，在那寒气下，好似修为运转都加快了不少，看向白小纯等人的目光也都因云雷双子的态度，从而变得不善起来。东脉众修一个个虽有心去在气势上相助，只是先是经历之前的凶险一幕，随后又身处北脉，使得他们一个个内心早已到了能承受的极限。面对云雷双子的讥讽，面对北脉修士目中的不善，若是换了其他时候，白小纯必定不甘。可如今他已没有心情去计较这些，他的心中因侯小妹与张大胖的离开而伤感，因之前女婴突然苏醒的一句话而震撼。他现在想的只是通过9天云雷宗的传送阵，尽快离开这里，回到东脉。甚至他都不想去星空道极宗了，他只想回到逆河宗，慢慢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所以这一刻的白小纯，他罕见的没有在言辞上去回应，而是沉默不语，任由云雷双子继续讥讽，任由四周北脉修士越发不善。沉默中，随着众人向前一路走去，他本想独自离去，也有办法回东脉，可他能走，但东脉的众人却没有这个本事。一旦白小纯走了，其他人在这里怕是更煎熬，甚至很有可能受其连累。眼看白小纯不回应，云雷双子冷笑，倒也没有持续不断的讽刺。他也明白，这些人也只不过算是路过此地而已，很快就都会各自传送离去。算他走运。云雷双子目中有杀意一闪，方才在他的想法里，只要白小纯敢反驳一句，他就找机会出手，在这北脉，不说将其斩杀，也要让这白小纯重伤至少100年以上。杜灵飞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不过他在看向北脉众人时目中的冰冷，云雷双子自然也看到了。实际上，这也是他最终没有选择出手的原因之一。就这样，在北脉激动，其他3脉沉默中，众人一路走出了生命禁区，走在了北脉的天地内。放眼看去，大地一片冰雪覆盖，天寒地冻中更有呼啸的寒风卷着风雪吹过，苍穹一片昏暗，寒风的咆哮似乎成为了这世界里
唯一的声响。随处可见的一处处冰山，散出锋利与冷寒之意，还有那随风落下的雪花，似不受众人修为的影响，落在了他们的头发上、身体上，久久不融。若是换了凡人在这里，怕是瞬间就会被冰寒入体，成为僵尸一般的存在。可众人修为最弱的也都是元婴，在这寒风中倒也无碍。在这漫天的风雪里，遍地的冰寒中，能看到远方有一条金色的大川正汹涌流淌，直至远方，正是北脉的通天河水。即便是在这能冰寒万物的北脉，这条通天河水也都永恒流淌，没有被冰封丝毫。北脉白小纯心中低语，看着四周的这一切，他想到了灵犀宗的来历，想到了寒门。时间流逝，一路众人沉默中，速度不慢，化作100多道长虹，呼啸间横穿冰寒大地，慢慢的距离九天云雷宗越来越近。不多时，一幕浩瀚无比的大宗气象就蓦然间显露在了所有人的目中。白小纯抬头时，一眼就看到了在前方的天地间，在那通天河的尽头处，在那4天地冰寒的源头中，赫然存在了一条惊人的大瀑布。与星空道极宗一样，这瀑布连接了海与河，随着海水轰鸣落下，汇入河中，成为了流淌而去的通天河水。只不过相比于星空道极宗的瀑布四周的青葱翠绿，在这九天云雷宗瀑布的周围白茫茫一片，全部都是冰雪覆盖。而在这瀑布的两侧，赫然有2尊巨大的冰雕。这2尊冰雕磅礴无比，散发出惊人的气势。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就能感受到那好似扑面而来的压迫之力。踏着冰川大地，那左侧的冰雕是一个中年男子，很是儒雅。此刻昂首抬头，遥望苍穹的同时，他的右手伸出，似要去触摸虚无。在他的右手上，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托着一片磅礴的白云。这白云范围极大，远远一看，如同一片小的陆地。在那白云上，阁楼无数，更有一道道长虹，在其内进进出出，都是修士。白小纯深吸口气，回忆自己对九天云雷宗的了解，立刻就认出，这左侧雕像右手托着的白云，正是九天云雷宗的云宗。那么右侧的，就应该是雷宗了。白小纯目光一扫，看向右侧雕像，这雕像同样是个中年男子，可却没有那种儒雅之感，而是充满了霸道、不怒自威的同时，仿佛全身上下都有闪电游走。而其抬起的左手上也一样托着一片云层，这云层是黑色的，浓郁超过了乌云，与白云的范围相差无几。上面同样阁楼林立，修士众多。不同的除了云层的颜色外，还有就是在这黑云中，那一道道好似银蛇般的闪电，数之不尽，仿佛永恒的在其内不断的诞生出来，游走八方，带来雷鸣之音。正是雷宗。九天云雷宗弟子按照修为不同，一重天最低，9重天最高，而其内宗门则是分成2部分，分别是云宗与雷宗。白小纯目光从雷宗雕像上收回，猛地抬头看向那在2尊雕像托起的云层更上方，漂浮在苍穹尽头的一大一小2口，好似宗门之巅的棺椁。那口大的棺椁通体漆黑无比，散发出沧桑岁月之力，似乎存在了太久的时光。在其内，白小纯清晰地感受到了天人的波动，应该是如星空道极宗的蓝色彩虹一样，属于天人之地。那么上面的小一些的棺椁，就是半神所在了。白小纯想到这里，目光看向了九天云雷宗一切权力的巅峰之处，那是一口水晶棺椁，只有黑色大棺的3成大小，可却至高无上，屹立在最高处，散发出笼罩整个北脉的惊人气息。欢迎来到九天云雷宗。云雷双子眼看四周众人那一个个吃惊的表情，傲然一笑，淡淡开口。四周的北脉修士也都一个个振奋无比，那种劫后余生回到家的感觉，让所有人都激动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随着云雷双子话语传出，九天云雷宗内传出破空的嗖嗖声，一道道身影瞬间从白云与黑云，还有苍穹的黑棺中急速而来，更有天人波动不断的降临下来。1道、2道、3道、4道，4道天人波动，其意志影响天意，随着来临，顿时就在这天空上浮现出了4张巨大的面孔，冰冷的就看向众人。你就是杀了我北脉弟子的白小纯！好似天雷咆哮，苍穹上的4张面孔中的一位猛地就开口，声音轰鸣间，他们4人的目光也都瞬间落在了白小纯身上。来者不善，嚣张无比！白小纯眼皮狂跳，第955集，咄咄逼人。这4个北脉天人，3男1女，那女子是个少妇，俏脸带煞，其他3人有2位是老者，还有1人则是中年，看起来很是俊朗，剑眉星目，有其独特的魅力。从相貌上看，白小纯见过不少长得漂亮的男修，可与此人比较，都差上一些。单纯从长相上，白小纯也都在看到后，心里觉得酸酸的，实在是这中年男子长得太过俊朗，修为又高，目中炯炯有神，足以让一切女修被其吸引。这一刻，西脉与南脉的众人纷纷退后，哪怕千鬼子与灵仙上人也都如此，带着麾下修士远离东脉。赵天骄与白灵紧张，宋缺心中有些复杂。一方面他也紧张，可一方面
他又忍不住想要去看看白小纯如何化解此事。实在是在他感受里，这件事根本就无法化解，而北麦的天人估计也不敢斩杀白小纯，可将其暴打一顿，显然是在所难免了。事实上，宋缺判断的没错，云雷双子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传音了，所以才有了白小纯刚一到来，北麦所有天人都齐刷刷降临的一幕出现。哼，我一个人不好出手，可大家一起的话就没事了。云雷双子冷笑，目中寒芒闪现。白小纯压力顿时大了起来，他虽心情不好，可眼下看到这一幕，也都吸了口气，心跳加速。这9天云雷宗不算云雷双子，此刻出现了4位，加上云雷双子的话，白小纯也不知道该算是6位还是5位。可不管怎么算，他也都只能是被虐的份，更不用说天空上那水晶棺椁里还有位半神。此刻他呼吸微凝，眼看天空上那4张面孔都看着自己，白小纯心头叫苦。如果没有云雷双子在这里，他一定会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要去帮助寻找到底谁是白小纯。可如今，白小纯只能深吸口气，目中开始发红。我堂堂天人修为，头可断，血可流，但气势绝对不能怂。白小纯内心狂吼，猛地踏出一步，抬起头，全身气势骤然爆发中，一把搂住了旁边杜灵飞的腰。杜灵飞原本在一旁，也在考虑该如何帮白小纯化解此事，甚至心中已经有了想法。可还没等他开口，白小纯就上前将他搂住。在杜灵飞的一愣中，白小纯气势崛起，好似睥睨天下般，居然在搂住杜灵飞后，当着北脉所有修士的面，在西南2脉的围观下，在东脉的紧张关注下，直接就在杜灵飞的脸蛋上吧唧亲了一口。这一幕顿时让宋缺等人傻眼，云雷双子皱起眉头，其他几个北脉天人也都诧异，尤其是那位相貌俊朗的中年男子，更是呼吸猛地就急促起来，目中似有怒意，就要爆发。媳妇，咱叠天尊大人已经走了，让我们在这里巡查。我记得北脉这里有我们的师兄吧？快帮我引荐一下。怎么说，我们都来到北脉了，要去拜见一下咱们师兄啊。白小纯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大声开口。他话语一出，宋缺直接就吸了口气，赵天骄与白灵更是眼睛猛地睁大，脑海嗡鸣起来，而千鬼子与灵仙上人也都一脸不可思议。云雷双子虽知道此事，可却没想到白小纯这里居然如此无耻的与自己宗门的半神老祖攀关系，其他北脉天人也都有些迟疑。实在是杜灵飞的身份让他们也都忌惮，心中更是对白小纯这里深感无耻。堂堂天人居然依靠女人，算什么本事？这白小纯果然如传闻那样阴险狡诈，太不要脸了。面对众人的目光，白小纯哼了一声，毫不在意，更有得意，琢磨着傻子才会在这里明知道不是对手，还要硬着头皮去打，等待被打得半死的结果。杜灵飞神色略为不自然，脸一下子就红了，嗔了白小纯一眼，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一声怒吼从苍穹猛的咆哮传出：“白小纯，松开你的脏手！”随着话语有天雷轰鸣，只见那位北脉天人里相貌俊朗的中年男子，此刻似怒发冲冠，居然化作一道长虹，直奔白小纯而来。其天人中期巅峰的修为，这一刻毫不保留，全部爆发，好似一道要灭世的流星，刹那间就到了白小纯的近前。对于眼前这俊朗男子的突然爆发，白小纯也都诧异，来不及多想，他左手猛地抬起，直接向着来临的俊朗男子一拳隔空落下。轰的一声巨响，惊天动地，白小纯身体退后数步，那来临的俊朗男子也面色变化，身体同样退后。与此同时，杜灵飞的脸上也出现了煞气，蓦然开口：“冯晨，你要干什么？”“灵飞，这小贼居然当我面敢对你亵渎，今日我必杀他！”那叫做冯晨的俊朗中年，此刻目中怒火燃烧，指着白小纯，杀机强烈无比。白小纯有些发懵，听到此人对杜灵飞的称呼后，他眨了眨眼，看向杜灵飞：“你们认识？”杜灵飞正要解释，冯晨已再次一晃，冲向白小纯。这一次不但是他出手，其他几位天人也都目光一闪，竟同时走出，直奔白小纯。速度之快，刹那就临近。白小纯呼吸跟着一凝，他感受到了这几位对自己的杀机，且4人同时出手，封锁了他的四周区域，使得白小纯无法闪躲。危机关头，他猛地就低吼一声，身体咔咔声下，直接就展开了人山诀。撼山状骤然发动，不死劲也随之展开。轰鸣中，更是5倍不灭地拳被他毫不迟疑的直接施展开来。这片冰寒的天地，此刻似乎更为酷烈了。8方轰鸣中，那惊天动地的一拳，让北脉4位天人也都为之色变，可却没有后退，全力出手之下，竟硬生生对抗。轰轰之声中，白小纯身体猛地后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云雷双子突然临近，这一次竟是6大天人联手镇压。先是从天意去镇压，如封了白小纯那从天地内吸来灵力，使得其神通可大量施展的基础。眼看危机，白小纯咆哮一声，体内一滴不死血凝聚，随时准备碎裂。他没有别的办法了，既然这些人如此欺人太甚，
他只能去施展那不受控制的神杀之法。你等三脉，立刻退后！白小纯大吼一声，就要展开神杀。而这一切从北脉出手直至现在，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杜灵飞神情焦急，猛地看向水晶棺椁，高声开口：“周师兄，小妹带人到来，你就这样招待吗？试炼之地生死有命，这是我父尊的规定，莫非你北脉要公报私仇？”几乎在杜灵飞开口的瞬间，那水晶棺椁内突然就传出了笑声，这笑声回荡八方。苍穹色变中，一个少年的身影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天地间。他右手抬起一挥，看似无力，可却刹那间在白小纯与北脉天人中间凭空的爆开。轰的一声巨响，北脉6人竟被直接压下所有神通，身体更是被一股柔和之力推动倒退开来。可白小纯那里却不是这样了，他的神通被强行压下，推动之力更是狂暴，在他身上直接炸开。白小纯闷哼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噔噔噔的退后，气息粗重，红着眼猛地抬头时，他看到了天空上的少年身影，那一身半神波动，撼人心魂。白小纯面色顿时阴沉，方才那一击，若非是他肉身强悍，怕是此刻必定被重创。苍穹中的少年看了白小纯一眼，收回目光后，笑着对杜灵飞缓缓开口：“小师妹，怎么如此和四师兄说话呢？罢了罢了，我也不去计较这些。来人，开启传送大阵，送三脉修士回其宗门。”少年摇了摇头，随着话语传出，很快的，立刻就有9天云雷宗的长老开启了传送大阵。随着轰鸣声回荡，千鬼子与灵仙上人都恭敬地向着少年拜见后，带着麾下修士走入大阵，传送消失。白小纯这里也深吸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带着宋缺等人在四周北脉修士的讥讽与冷笑中，在那几个天人目中没有掩饰的杀意下，正要走入大阵离去。可就在这时，突然的一股比之前半神少年还要强烈的波动直接降临9天云雷宗。半空中的少年一愣，杜灵飞也都怔住。白小纯等人立刻抬头看去时，众人顿时就发现，居然有一个巨大的符文凭空的从天降临，在半空中，这符文破碎，可却有撼动天地的威严之声回荡八方。封白小纯为使者侍卫，辅助通天使者杜灵飞与北脉巡查。第956集，约法3级，这正是天尊法旨。此刻随着法旨一下，白小纯愣住，北脉愣住，宋缺等人也都愣住，杜灵飞与那位半神少年也都若有所思，四周也都安静下来。半晌之后，白小纯才好似从那愣神中苏醒，他的额头顿时就流下汗水。他知道这北脉上上下下都看自己很不顺眼，本以为可以走了，没想到如今居然被留下。那个我不适合啊，咱们一起回东脉吧。白小纯都快哭了，赶紧一晃就要踏入阵法，可他身体刚一动，半空中的半神少年冷哼一声，右手抬起一指，顿时一股束缚之力直接就让白小纯寸步难行。白小纯紧张无比，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宋缺等人，此刻一个个都在偷偷看了看白小纯后，快速无比地踏入阵法中。眨眼间，东脉众人已都传送离去，眼下的北脉宗门内就只剩下了白小纯一个外宗之人，孤零零站在阵法旁。他的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9天云雷宗修士，尤其是云雷双子等天人，此刻一个个嘴角的戏谑与冷笑越发强烈。至于白小纯的身份，若他被封为使者的话还好，可只是被封为侍卫，那么9天云雷宗在处理白小纯的事情上就有了太多的主动与强势。没想到你居然被留下了，白小纯，好好享受你在我9天云雷宗的日子吧。不管你在东脉如何嚣张，在我北脉你都要给我们低头。云雷双子等人淡淡开口，他们已经想好了，虽杀了白小纯不可能，但在自己家里，他们有着强势之处，有太多的办法去折磨与刁难。四周的北脉修士也都轰然大笑，这种没有任何后果的去嘲讽一个天人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从未有过。实在是白小纯在试炼之地杀了雷元子，又与云雷双子结仇太深，使得整个北脉对他这里都敌视满满。这一点白小纯也知道，眼下心底哀嚎，我不想留在这里啊。杜灵飞苦笑一声，他也想不通父尊那里为何要如此。实际上他之所以来北脉，是因其父有事情交代，可他没想到白小纯居然也被留下，此事他没办法去改变，只能用目光去安慰白小纯。就在这时，北脉天人中的冯晨冷冷地看了白小纯一眼后，目中有阴冷，一步走出，向着半空中的半神少年以及杜灵飞各自一拜，抬头时声音朗朗：“老祖，这白小纯既被册封为通天侍卫，留在我北脉自然可以，不过鉴于此人的危险性，我建议从这一刻开始对此人限制出行。”白小纯想要抬头去反驳，可如今被半神束缚身体，动都不能动，更不用说开口了，只能在心中大骂起来。有道理，这么一个外来的天人，哪怕身份是侍卫，也不能任由其在我宗内横行。没错，老祖，这白小纯一看就心怀不轨，还是将其限制一下为好。其他几个天人，尤其是云雷双子，
立刻认同，纷纷开口。白小纯着急了，杜灵飞也皱起眉头。冯晨眼看半神老祖虽没有同意，可却也没打断自己的话语，内心立刻有了领悟，微微一笑，抱拳再次一拜。老祖，我有一个提议，要对这白小纯在我9天云雷宗内约法3级。其一，他没有资格居住在黑关中，只能在云宗居住，且不能离开云宗范围半步，违者关押雷宗雷牢。这句话一出，白小纯内心狂跳，气血上冲，内心的咒骂已经强烈无比。至于冯晨，显然能猜到白小纯此刻的憋屈，他不但没有不去看白小纯，反倒转头盯着白小纯的眼睛，淡淡开口。其二，他不能在我北脉炼丹，此人的丹道诡异，能灭一个源头宗门，所以必须要对其限制，一旦他违反，就不是关押雷牢那么简单了。我建议直接斩杀。这句话一出，顿时一股肃杀之意笼罩四方。白小纯心头狂颤，顿时委屈。他琢磨着自己经历了星空道极宗的事情后，已经不打算炼丹了。至于齐三亨，我北脉的天地灵力属于我北脉修士，岂能让其他脉的人吸收？所以这白小纯在我9天元雷宗，只要敢吸一口我们的灵力，就要被关押雷牢。这约法3级，残酷无比，苛刻至极。随着传出，四周北脉修士都觉得这3条几乎封死了白小纯一切的路。云雷双子也都吃惊，看了看冯晨，心中自然也是同意的。且冯晨的话语有理有据，更是一副为北脉考虑的样子。就算是最不合理的第3条，也让所有北脉修士都觉得就该如此。北脉之人吸收北脉天地灵气，你一个东脉天人来也就罢了，凭什么抢夺我们的灵气？白小纯此刻已经彻底抓狂了，他的呼吸急促，他的身体在这被束缚下颤抖，他的目中出现了血丝，他的内心早已咆哮：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可他没办法呀，他不知道杜灵飞在北脉有什么任务，可知道天尊这么做一定是报复自己在试炼之地去拍了他脑袋的事情。冷冷地看着冯晨，杜灵飞的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怒意与煞气。他淡淡开口：此事荒谬，身为通天侍卫，被如此约法3级，可笑至极。冯晨迟疑了一下，没有说话，可半空中的半神少年却是笑了起来。我倒觉得还不错，就这样吧。四师兄，你杜灵飞顿时着急。小师妹，我不知道你与这白小纯什么关系，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他身为侍卫，除非他杀了我北脉弟子，否则的话是不会死在这里的。另外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里是北脉。半神少年含笑，缓缓开口后，转身一晃，消失在了天地间。随着他的离去，白小纯身上的束缚也彻底消失。他猛地就抬起头，气呼呼的同时，看到了杜灵飞的维护，也看到了半神少年的冷淡，心底也升起无奈之意。罢了罢了，我就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希望小杜杜的巡查快点结束。白小纯长叹一声。杜灵飞神情忧虑，面色变化。他知道，因父尊的受伤，因这一次试炼之地的难看，恐怕心中有不满的不仅仅是这北脉半神一个人。就这样，在无法改变的结果中，白小纯哭丧着脸被送去了左侧雕像托起的白云上。9天云雷宗给他准备的居所，竟只是一重弟子的屋舍，简陋至极，四周更是偏僻。白小纯在看到后长叹一声，愁眉苦脸的就住了进去。时间流逝，很快数日过去，白小纯要抓狂了。他发现自己无论在这云宗走去哪里，都有人盯着自己。那些明明修为低弱，自己一口气就能灭了的北脉修士，居然也都目光嘲讽，如看阶下囚一般。这种违背了强者为尊法则的事情，在这北脉处处可见。而一旦自己到了云宗的边缘，天人神识就瞬间锁定，只要他踏入一步，就会降临下来，将其关押。他甚至都不能去修炼，实在是在他的四周无时无刻都存在了监视的波动。他一旦修炼吸收天地灵力，就触犯了约法3级。这限制是白小纯从来没体会过的，他内心的憋屈已经快要受不了，甚至他感觉这恐怕是自己这一生唯一的一处自己炼丹之下不但不会有内疚，反而会期待多多出现意外的地方了。可偏偏这些家伙也限制了我炼丹。第957集，天尊首徒，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白小纯眼看如此，心头有种好似自己被困在了绝地之感，对这9天云雷宗已经是怒极无法形容了。可他没办法，6位天人联手，他打不过，对方还有半神老祖，这一切让白小纯只能去忍。我忍。白小纯狠狠地抓了一把头发，他这辈子都没这么难受过。此刻长叹一声，坐在那里看着远处的天空，整天的发呆。日月长空诀无法修炼，不死血也没有足够的生机来修炼。白小纯每天除了发呆就是发呆，直至杜灵飞到来。看着白小纯那披头散发发呆的样子，很是不忍。小纯，你再等等，在这里千万不要惹事。我这次外出去完成父尊交代的任务，我会想办法尽快完成，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了。杜灵飞轻声开口安慰道。白小纯无精打采的点了点头，没理会杜灵飞，继续看着远处的天空发呆。杜灵飞轻叹，
看了看白小纯，沉默了许久，才转身离去，飞出宗门。时间流逝，又过去了数天，白小纯这里依旧发呆。渐渐的，北麦那几个天人发现白小纯如此老实后，也都冷哼，可监视却没有少。白小纯无法不发呆，实在是他觉得自己在这北麦，如果不发呆，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他甚至不断的召唤小乌龟，可小乌龟却杳无音讯。至于棺椁女婴，白小纯也不敢取出，实在是他这里每天都被人监视，很不方便。这一天，在白小纯已经发呆了半个月后，天色到了黄昏，看着远处暗红色的天际，白小纯习惯性的呆呆的坐着，看着太阳落下，正准备去看月亮升起。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他的脑海中猛然间就有一声轻微的叹息悠悠而起。随着叹息，他的储物袋内再次有波动散出，家的气息。这句话一出，白小纯呼吸猛地就是一凝，可却强行让自己看起来还是呆滞着，但脑海中却是激起千层浪，内心有些激动。是你在说话吗，真灵？白小纯没有半点迟疑，立刻就在脑海散出自己的意识。可等了许久，也不见有回应。白小纯焦急中琢磨着要不要冒险取出棺椁看一看。可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那悠悠之声再一次传来：“是我谢谢你，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家的气息。”白小纯精神一振，实在是他这段时间无聊到了极致，眼下突然发现真灵女婴居然苏醒，他内心激动之余，赶紧传出意识：“没有百息丹，你也能苏醒。苏醒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意识北脉，我曾经的家。这里的气息对我的帮助很大，长久的积累可以代替一枚百息丹的药效。不过我的意识也无法苏醒太久女婴的声音，断断续续在白小纯脑海里回荡。家的气息，我曾听灵犀老祖说过，灵犀宗曾经就是这北脉的源头宗门，叫做寒门。”白小纯生怕对方又沉睡了，赶紧没话找话的说了起来。寒门女婴似笑了起来，只是那笑声里带着苦涩，更有追忆。是啊，寒门曾经的我，身为天尊的第一个弟子，为他征战葵黄巢，斩杀数位天王，直至将葵黄巢赶出通天河。随后，我又为他镇守北脉通天区域，创建了北脉源头寒门。白小纯原本只是因无聊，而女婴苏醒，他的想法是彼此沟通一下，实际上也没有去探索以前事情的想法。可却没想到，他只是一句话，在自己毫无准备中，这女婴居然就道出了这么一个如惊雷般的隐秘之事。啊！白小纯一愣，他怎么也没想到女婴居然是天尊的第一个弟子，这就让白小纯心头狂震。联系四大源头宗门的半神都是天尊的弟子之事，白小纯立刻就觉得女婴所说实有是真的。那你？白小纯迟疑了一下，没有说完，是想问我既然如此身份，又为何寒门会被这九天云雷宗取代吗？那自然是天尊之意了，否则的话，周道义当时虽为半神，可凭他岂能是我的对手？白小纯睁大了眼，呼吸急促，实在是这女婴所说的消息太过让他震惊了。他想知道，到底这寒门半神强者做了什么事情，会让天尊居然无视师徒之情，将其斩杀？而明明被斩杀，为何还有这仿佛残魂般的女婴留下？白小纯的想法似被女婴察觉，他沉默半晌，忽然开口：“小子，给你一场绝世造化，你敢不敢要？有危险吗？”白小纯迟疑了一下，试探地问道。这句话一出，那女婴的声音竟半炷香都没回应。许久之后，她的语气带着波动，回荡在白小纯的脑海里：“我很怀疑灵犀宗怎么会把我所在的棺椁交给了你。”白小纯有些尴尬，赶紧解释了一下：“这个可能正是因为我做事情比较稳妥吧。”哈哈，白小纯干笑几声：“当年天尊欲杀我，而我也早有准备，所以本尊虽死，可却有分魂留下夺摄真灵之体，才抹去了一切气息，使得天尊没有察觉。”女婴没理会白小纯的回答，淡淡开口：“而我当年的准备，也并非是一具真灵之体，还有一件世界之宝。可惜当年这件世界之宝还没有运化完成，否则的话，或许那一战以当时天尊的修为，胜负未知。”世界之宝？白小纯没忍住问了一句。以整个北脉大地为基础，在寒冰深处将北脉大地炼化，可以说整个北脉无限辽阔的大地就是此宝的本体。这样的宝物，我称呼它为世界之宝，你能理解吗？女婴缓缓传出声音，这声音内带着一股霸道，更有无上威严。白小纯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差点失声惊呼：“把北脉大地炼制成一件宝物？”这北脉那么大，白小纯彻底懵了。他知道北脉之大，与东脉一样，可以说这就是一片大陆。而如今这女婴所说，其当年是要把北脉炼成法宝，虽还没有完成，可却完成了大半的样子。这对白小纯而言，哪怕他是天人，也都觉得好似天方夜谭一般。天啊，我只是无聊找人解闷而已，没想到去探听这么大的消息啊！白小纯觉得脑海嗡鸣，实在是对方所说的这个法宝，让白小纯觉得匪夷所思。他不由得低头看向大地。如今我能感受到，在经历了多少年后，这件法宝已经成型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让我与这件法宝进行最后的融合，我将成为此宝的器灵，而作为报答，这件法宝将属于你，任你为主。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杀了天尊。此宝威力无穷，一旦动摇，就可将北脉从通天世界分割出来，拔地而起，化作一把冰寒大剑。而北脉所有修士、所有生命、所有在这多少年来于此地诞生之人，他们不会死亡，而是会活在这法宝的世界内。你成为了此宝的主人，那么间接的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主人。同时，在我融合此世界之宝的过程中，在此宝的内部，也因着无尽岁月积累了悠久的天地灵气，可被你吸收修炼，能让你的修为在短时间内爆发到极致，成为半神，不是不可能。这就是我给你的2大造化。那么现在，你告诉我，这造化你敢不敢要？女婴声音斩钉截铁，似其性格本身就是极为果断之人。第958集，我卖药。白小纯呼吸猛地急促无比，眼睛内露出强烈的光芒。一听到这2大造化，白小纯脑海里顿时就幻想出自己手握北脉大地化作的大剑，横扫天下，无数修为比自己弱的强者都充满敬畏或是狂热地看着自己的一幕幕，那简直就是人生巅峰。白小纯相信那个时候的自己一定会仰天大笑后，小袖一甩，抬起下巴，淡淡的说一句：“我白小纯甩袖间，天地一切灰飞烟灭。”随后，他的脑海里画面再变，变成了自己成为了北脉世界之宝的主人后，脚踏云雷双子，怒指逢尘，同时北脉半神少年在自己身边，双手插入袖口，低眉顺眼的一幕幕。这一切让白小纯不由得激动了，他神情兴奋，但却迟疑了一下。实在是他觉得不问清楚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他总觉得不稳妥。另外，白小纯觉得这种事情自己不能给人感觉太急切，应该矜持一下才对。于是他轻咳一声，在脑海里传出意识：“此事吗？”白某白小纯刚说到这里，那女婴的声音直接将其打断：“我无法苏醒太久，需沉睡一段时间才可再次苏醒。在我下次苏醒时，告诉我你的选择。”说着，女婴的声音逐渐微弱，很快的就如当初般消失无影。啊！白小纯一愣，又在脑海里呼唤了几声，始终不见女婴回应后，他挠了挠头，确定了这女婴的确是又昏迷了。这昏迷的也太快了，我还没说完啊！白小纯心里痒痒的，实在是之前女婴所说的造化，让他心动的不得了。可如今没办法，这女婴虚弱，只能等她再次苏醒时才可继续沟通。白小纯叹了口气，琢磨着这是不是女婴故意的，脑海里也在仔细的分析此事，思索下一次对方苏醒后自己该如何开口。有了这件事情去打发时间，在接下来的数日里，白小纯看似发呆，可实际上脑海里都在分析这件事情的利弊。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10天，白小纯等啊等啊，可直至等到了现在，那女婴也还是没苏醒，这让他心里好似有蚂蚁在爬，有些着急。与此同时，他这段时间在北脉的云宗内倒也安分守己，一没有离开云宗半步，2没有炼丹，3没有吸收天地灵力。这么老实的样子，使得北脉众人哪怕再看他不顺眼，可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发作的地方。不过该有的监视依旧没少，北脉6位天人都时而锁定白小纯那里，还有云宗上的无数弟子也都在彼此的议论中，不时在冷笑中将目光凝聚白小纯所在之地。就算是在外面，这白小纯如何嚣张，可到了我北脉也要低头。欺负天人的感觉还真不错，天人又如何，在我北脉还不是要被限制一切行动？你们没看到那白小纯委屈的样子，笑死我了。这白小纯我以前也听说过，都在传他身上有劫力，走到哪里就会让哪里一片浩劫，我还以为有什么3头6臂或者是非凡之处，如今看来不过如此。这些言论在白小纯来到北脉后就始终没有停下，不断的被人议论纷纷。白小纯这里有心不去听，可他天人神识一扫，这些言辞就不断的涌现在耳朵里。太过分了，我都这么老实了，居然还在讽刺我。白小纯越听越是生气，再加上女婴始终没苏醒，白小纯觉得在这北脉简直是度日如年一般。不行啊，在这里没自由也就罢了，可我要修炼啊！白小纯以前没觉得自己是这么喜欢修炼之人，可如今在这被限制的北脉，他很怀念修炼。实在是每次修炼一闭关，就好似睡觉一样，时间都过得特别快了。不死血需要生机，这里也没有资源，金色骸骨又才不能露白，而日月长空诀需要天地之力，这北脉的人又不允许我吸收。白小纯有些抓耳挠腮，他觉得这是一个死循环，怎么也无法去破开。渐渐的，他的眼睛有些发红，他的呼吸急促，脑海里念头急速转动，不断的琢磨如何去在不违反约法3级的情况下，还能让自己修炼。数日后，白小纯猛地抬头，头发散乱着，目中虽血丝弥漫，可却露出了激动的光芒。他一拍大腿，大笑起来：“我白小纯真是个天才！哈哈，不让我离开云宗，我就不离开；不让我吸收天地之力，我就不吸收。哼哼，不让我炼丹，那么我也不炼丹了。我卖丹药总降了吧？”白小纯有些激动振奋，这是他想到的办法。他准备去卖丹药，
换灵石。如此一来，就可通过灵石去修炼日月长空诀。至于修炼的速度快慢，这要看他换来的灵石多少了。寻常的丹药不好卖，不过有2种丹药，一定有销路。白小纯神情激动，一拍储物袋，取出了2个丹瓶。看着面前的2个丹瓶，白小纯心头火热，满是自豪。发情丹，人人都需要；致幻丹，只要吃上1粒，保管就离不开了。白小纯感慨，琢磨着，好在自己在星空道集宗时炼了不少丹药，这2种丹药存量足够，否则的话，在这被严格限制的北脉，他还真的没有出路了。他之所以能成为鬼母，那3面幡是重点。当初在外界时，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惜请来强者相助，这才将与他近乎同一个时代，甚至丝毫不弱于他的3位天尊级别的厉鬼封印在了奇幡中，成为了他最大的法宝以及最强的手段。尤其是其中一面哭笑鬼脸，当初可是只差1步就能突破天尊，虽还不是太古，可也能称之为半步。